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 Ash the Witch。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呢，我们这个频道是一个占卜频道。那我呢会用塔罗牌帮助大家呢去预测一些未来，或者说给出一些生活上面的建议、灵性上面的指导。这样，那今天呢，我们这条影片呢将要带大家看一下2023年6月份你们的运势是怎么样的。那我呢会从3个方面帮大家去抽取运势哈，一个呢是整体运势，那一个呢是感情运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财运，可能大概就是这3方面的问题。那有可能呢会有根据不同的组的信息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追加信息哈。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完整的去听取一下建议。那另外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它其实不会非常准确的对应到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是你们的生活状态上面。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比如说想选要2组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也可以其实根据这个情况去调整听取2组之间的信息，把它自己整合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呢就废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4组的选项分别是什么。首先呢，第一组的选项，我们呢拿到的是这张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决定一下自己要不要选它哈。这张牌呢是 King of Water，OK，那对应的呢是塔罗牌里面的圣杯国王的这张牌哈。OK，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能量，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那我们今天的第2组牌呢是这张 OK，Emotions，OK，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张牌的牌面哈，决定要不要选它。OK， 然后我们今天第3组呢是 Knowledge，OK， 关于知识的哈 ，Knowledge，OK。然后最后呢，我们得到的是大地元素的第4张牌 Full of Earth。O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Full of Earth 的牌面的能量。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能量的话，或者这个能量比较吸引你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选择它。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4组牌组啦，大家可以凭自己的直觉选择最吸引你的那一组。那选择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快进到你所选的牌组，听取你的解读啦。那在最后呢，我还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频道呢也在接收一些个人占卜的服务，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别忘了就是在我们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们的邮箱。那你通过邮箱联系我们呢，我们就可以去跟您跟进就是接下来的个占的事宜了。另外呢，我们还最近开了那个Buy Me a Coffee 的小的网站，如果大家想要支持我们这个小频道的发展的话呢，也别忘了在那个里面给我们买一杯小咖啡啊，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积攒一下这个频道的力量。这样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解读吧。OK，Hello，选择第1组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你们6月份的运势解读。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选择的这个牌面啊，你们选择的选项呢是 King of Water。OK， 所以从这个牌面上面，我们大概也能感知到，应该是6月份可能是一个情绪啊，或者说感情方面可能会比较侧重的一个月份。那么这只是目前得到的信息哈，我们还需要再具体去看一下，就是塔罗牌到时候给到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神谕卡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哈。首先第1张呢，我们得到的是哇，立刻就是一个爱情的信息，就是怎么讲呢？但是这个爱情啊，就是它是属于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可能我们得到的是彼岸花嘛，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很热烈、很激情，但是却最终中间也会包含着一些就是怨恨呐、或者说比如说后悔啊、求而不得的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只是目前的信息，我们等信息拼凑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哈。那动物卡呢，我们得到的是 giraffe， 然后我们的信息呢是the bigger picture，right？ 我们需要去看一下一个更大的，就是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OK， 我们看一下这张卡啊，我们得到的呢是音符音乐。OK， 这张卡其实蛮有趣的哎。对，我能感觉到应该是情绪上面或者感情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是按目前这个牌面的信息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是需要你们去更多的去放松一下，就不要太集中在感情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看一下整体运势的塔罗牌给到我们什么信息哈。首先呢，我们得到的是 Three of Wands，
OK， 我们的圣杯四，sorry， 叫什么？权杖三，然后呢还有皇帝，然后还有圣杯四。OK，从这个上面来看呢，我个人是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就是我先说在感情上面吧，因为这副牌整体的运势可能还大多数6月份你们整体的运势跟状况还有能量可能都集中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能感觉到就是首先啊，事业上面其实还蛮好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整体运势来说的话，你们应该这个月是属于那种开始一些新项目，因为这两张牌哈，我们看这两张牌，其实它都有一个向远处看的一个能量在，所以我觉得6月份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订立目标、做出长远计划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你们应该会满怀抱负的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多新的能量以及新的想要做的事情。你们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你们有自己将来的地平线，而且我觉得可能6月份你们会面临一些就是去指导别人啊，或者去带领别人的这种带团队的工作，所以可能你们的领导力呢，在6月份也会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尤其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我们说到领导力这个部分呢，其实更多的是应该怎么讲呢？像是你们这个领导力像是这种，就是你们可能这个月需要面临很多去决策的这种层面上面的事情。那包括这里其实也是在决策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别人给了你很多 idea， 你自己也有很多 idea， 可是在这些 idea 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平衡它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状态，可能也是你们这组的朋友们需要去格外注意的地方。那关于这张牌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它的信息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关于声音啊、说话呀、交流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们要给你们的建议呢，就是你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在管理上面遇到的困难，你们可能需要去说出来，要跟你的团队去共享这个事情。那另外呢，就是包括这张牌，我们说到彼岸花这张牌，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它可能是跟感情有关，但确实我觉得它体现在你们的事业上面呢，或者体现在你们现在正在做的新项目这个事情上面，可能也有一部分东西是关于你们自己现在，我现在到底要不要去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事情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你可能会有一种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对，虽然你这个东西在别人看来其实已经很优秀很棒了，所以我能感觉到你们这组牌在6月份的能量是一种非常热烈的能量，所以可能有很多东西它在急着呀，在催着你去做，所以你可能心里面很焦急。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你们没有必要太焦急，因为就是你们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啊？就是外界啊，或者你们外表表现起来都是那种很焦急、很急促的在做事情，可事实上你们心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在犹豫吧，应该怎么讲？或者你心里面是处在一个比较安定、比较安静的状态、静止的状态，比较犹豫，还在考量、还在衡量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这么做，或者说你在一边做一边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真的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可能还有这方面的犹豫哈。那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在事业方面，可能整体的能量是这样一个倾向。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帮大家看一下，就是你们6月份整体能量，就是你们的，我们这样讲吧，就是你们的灵魂指导会给你们什么样的信息 ？OK， 我们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他们6月份的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OK，很快掉出来一张牌，他说的是 Message of Love， 你看很明确，它就已经是 Message of Love 了，对不对？他就已经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信息。所以6月份呢，我们再随便看。哦，天哪，我能怎么说呢？真的是，有一个 Message of Warning， 然后还有一个呢 Comic Relationship。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牌，这副牌啊，它给我们的信息呢，其实还蛮明确的。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刚才呢说到了 Message of Love， 对吧？所以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信息。那这两张牌呢，一张是 Message of Warning， 可能有一个需要你警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是 Comic Relationship。OK， 所以这个 Comic Relationship 在这样的一个牌组里面出现哈，因为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 Comic Relationship， 可能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可怕啦。其实它可能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宿命啊、轮回因果带给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它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如果这里有一个 message of warning 的话，可能这个关系它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关系。所以在6月份呢，我希望
这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你们不管你们现在是已经处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还是说你们将要开始一段亲密关系，我希望你们都能去好好的认真的去看一下，因为这里都有眼睛还有音乐，就是你要通过你的五感去感受。比如说这里是关于听的，这里是关于看的，对吧？所以你要通过你的五感，你要通过你的感官，因为从这张What King of Water 来看的话，我觉得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感知能力跟共感能力，所以其实你们要合理利用这个能力，在你们接触到一个新的恋爱关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好的去看清楚说这个人他带给你的感觉，或者他给你的那个能量是不是你觉得舒服的能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能量，其实你并不是觉得很舒服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发现说这个能量其实就是这种类型的关系，或者这个类别的这种样子的相处模式，你其实曾经已经经历过，而且你曾经并不喜欢，但是现在他好像又有一点苗头要出现的时候，那如果这样的人在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这边牌面上面是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警告的信息的。所以6月份呢，会有一些亲密关系过来。其实就像这张牌一样，其实刚才我看到这张牌也有一个大概的能量，就是感觉到你们其实并不是那种没人喜欢的人哦，你们其实有很多备胎，但只不过你们现在还在犹豫。可是6月份可能会来一个你们觉得说还不错的人，但这个人他到底你知道，其实你真的开始看到还不错，可是真的开始跟他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怎么就是我之前感觉好像我被某一种关系类型诅咒了，就是我不管怎么跟多少人换多少个人，最终好像都会落到同一个关系模式里面去。那跟这个彼岸花这种表示轮回的这个信息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塔罗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关于爱情部分的信息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们关于爱情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他们。OK， 这就是刚好3张，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哈。首先呢是圣杯6，然后呢圣杯5都是关于感情的，还有圣杯4，又是一张圣杯4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杯4这2张牌，它的这个能量其实都是属于这种自己在犹豫不决，然后自己在思考，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所以在爱情方面呢，确实你们这组朋友们，我能感觉到你们其实不管现在是在约会很多人呢，还是有很多人想要跟你约会，你们其实在亲密关系上面的选择都还蛮多的，而且这个选择其实比较具有竞争性，就是他们会去有一点像在争夺你的感觉，或者你在跟别人争夺别人的感觉哈。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人是我的这种就是命定的伴侣，就是那个人真的他很吸引你，他所有方面都很吸引你，然后你就很想去争取得到这个人。可是你真的得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这里讲的哈，它是一个 karmic relationship， 所以最终你还是会发现说他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想要去深入的，或者这些东西是你不想要去得到的。所以可能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6月份呢，对于你们来说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可能确实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恋爱的备选对象。这些备选对象呢，他在冥冥之中对你有一种吸引力，那这个吸引力其实你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他到底哪里吸引我，但是你就是喜欢他。可是我建议这组朋友们还是再好好冷静思考一下，说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中间的那个能量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那种亲密关系的样态。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至少从这个牌面上面的信息来看的话，并不是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样态。那我们最后来帮这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6月份的事业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哈。Right away 很快就有一张牌出来了，我们得到的是 Justice， 然后星币4和 Judgment。OK， 这3张牌呢，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整体的事业的，就是尤其是这2张牌的这个模式，其实蛮像的。首先呢 ，Justice 它跟大家可以看到，它跟这个皇帝牌其实有很像的能量，对不对？他们2个都是有一个审判的动作在的，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跟大家说，你们需要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你们去做决策，需要你们去做出最后的判断。那包括Judgment 这张牌也是一样，它的名字就叫 Judgment， 对吧？所以可能呢，你们会去判断，然后让一些其实本来已经别人否掉的方案或者什么的，可能通过你们的这种重新的审视，它可以再被复活。那其实也就是说你会给很多人希望，而且你会给很多其实已经快要死掉的，在做这些快要死掉的项目的人或者说
工作遇到瓶颈的人，因为你的决策，因为你做了一些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工作上面的希望。所以其实你们在6月份的工作运是很好的，有非常强的领导力。那关于财运部分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财运的部分，它其实更多的像是一个，你们其实6月份可能会是一个怎么讲，它只进不出的状态吧，应该这样讲，就是你们其实6月份有很强的囤财的能力，所以其实星币4本来它是代表那种比较吝啬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出现在这一张牌里面，尤其在我们问事业问题的时候出现这张牌，其实我觉得可能它更多的是关于你们会有一种囤积的能量在，所以6月份可能对于你们存钱呐、或者什么的，其实还蛮有帮助的，可能会有一些，也不能说算是收入吧，就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开支，即便你们需要做一些开支，可能这个开支在6月份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把它补回来，所以并不会非常的透支这种状态，所以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平衡、比较静止的状态，就是没有比较平衡哈，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破财的问题。OK， 但囤积的这个能量是在的。OK，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开销的话，其实我觉得存钱在6月份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动。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大笔的去投资啊，或者怎么的，我觉得6月份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选择第1组的朋友们的解读啦。希望我的解读有帮助到大家。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别忘了给我们点赞，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同时呢，我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是大众占卜，所以很多的信息呢，可能没有办法对应到每一个人特定的生活环境当中。那如果大家需要更精准的占卜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邮箱，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可以联系到我，帮助大家可以跟我预约这个个占的服务哈。那具体的事宜呢，我们会在大家联络我们之后再告诉大家。好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Ash the Witch，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 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们6月份的运势解读。那这个呢是你们抽到的牌组啊，它叫 Emotions。OK， 这张牌呢，可能它的能量更多的是关于你们的情绪。然后你们应该是内心里面的这种情绪波动吧，所以可能其实它比较虚，但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于感情的信息啊。是目前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那个神谕卡吧，然后我们把信息拼在一起之后，再告诉大家整体的信息是什么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抽到的呢是菜花哈，这个是很活泼、很快乐的一种感觉，所以很小清新、很小确幸。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们，你们应该是一个还比较，因为其实一开始抽到那个情绪这张牌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6月份应该还是一个蛮安稳、蛮幸福的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个哈 ，Crane Surrender。OK， 他说的是什么呢？是 Let go of limiting beliefs, be as expansive in your thoughts as your soul is。Right？ 所以他讲的呢是你们需要。去认清自己的价值，要能够承认自己是很优秀的，承认自己是拥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的信息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是说，你们在6月份，我觉得应该是关于自信的部分的，你们可能会活得很自在，由于自信的一些提升哈。OK， 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花环的这张牌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的信息其实也很明确，对吧？花环，所以它很多的信息呢，我觉得是关于你们，自己是不是，其实就是关于自信和展现你们自己美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觉得你们在6月份，就是至少是你们选这一组的朋友们，6月份应该会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去展现出来给别人，而且这个人格魅力是属于很柔美、很活泼、很轻松的这种，不是那种会给人压力的魅力哈。所以这个是整体你们的一个神谕卡给我们的能量。我们看一下塔罗牌的信息哈 ，Nine of Swords，OK，Ten of Cups，OK。The Tower，OK， 那这样的话信息就补全了。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拿到这张牌的时候，其实稍微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比较犹豫的部分，因为其实Emotions 这张牌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上面很阳光，很幸福，但是下面这里呢其实很黑暗，就是这边如果它是逆位的时候啊，这里是很黑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得到这张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 divided 的感觉。对，那这3张塔罗牌也是确认了我的这个
直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这组朋友们应该一直以来都在情绪的挣扎当中，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哎，你们情绪波动很大，然后其实也很难控制，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呢，你们甚至自己也就是想离人群远远的，就是非常想要，会非常压抑，非常抑郁，而且甚至可能你们会突然间有一瞬间可能情绪就那么崩塌了。但同时呢，下一个瞬间你们可能又变成这种就是圣杯十这种就是快乐美好的这种样态，然后又去跟别人又展现出来一个非常自信的自己，所以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分割、非常也不能说叫分裂吧，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能量同时在你们的情绪当中在运作。那包括其实我们看仙鹤这张牌，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鹤有黑的有白的嘛，对吧？所以它其实颜色还蛮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感觉到就是黑白两者在不断的在冲突的这种感觉。所以但我其实刚才得到的整体的能量来说，6月份至少这2张牌来看的话，我觉得6月份是有一个机会让你们能够非常好的怎么讲，就是让你们能够慢慢的抓到这个平衡吧。可能这个机会并不是那种很平稳的给到你的，也许你们在6月份会经历一个比较大的挫折，在情绪上面或者大的变动，来呢让你们去发现说，哦，原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平衡自己的情绪。所以6月份的能量呢，给我的感觉是，首先一个是情绪上的问题，再一个呢是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会比较割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情绪上的问题虽然过程中会比较割裂、比较辛苦、比较波动，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可能是比较好的，能给你带来一些自信，能让你知道说，原来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非常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非常值得被人喜爱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包括这也是这张牌给我们的信息，你们本身就是这种非常吸引人的这种体质，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喜欢你。你们因为一般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有一个直觉就觉得你们这组人就算是苦恼，可能大多数也是为人际关系而苦恼，所以你们这个苦恼大多数其实不是来自于你们自己内心，因为你们自己内心是一种非常非常安乐、非常快活的一个状态。那可能是因为周围的人际关系，可能是因为周围的影响，让你们觉得说你们不够好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更多的看到自己的世界。那其实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些人际关系，就是因为你们吸引人，你们足够吸引人才会有这些人际关系，他们才会把这些能量给到你。所以我觉得你们首先不需要去拒绝这些能量，再来呢，你们需要在有这些能量、负面能量就是给到你们这边的时候，你们要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你们是有价值的人，然后你们是有魅力的，就时刻想起这几张牌，因为这真的就是你们能量的一个灵魂能量最核心的一个书写。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6月份整体，你们灵魂会给你们什么样的信息哈？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OK， 我们第2组的朋友们呢，在6月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的能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哈。OK， 你看我说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张底牌跟中间切出来的这张牌，其实它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呢是 children，OK， 孩子，另外一个呢是 happiness，right？ 所以这2张牌其实我觉得，你看它能量都很明确，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内心其实是很天真、很可爱的那种类型，所以你们其实一直需要找到一个快乐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们要保留心里面快乐的那个部分 ，OK， 不要让它被什么东西所污染，就尤其是外界来的东西哈。那这个呢是刚才整体能量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是天真、活泼、可爱。其实这个children 的这个能量刚好迎合了这里菜花的能量哈，然后 happiness 呢也刚好迎合了这张牌的能量。我们再帮大家抽一张，看一下说你们就是具体6月份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repression， 对，它这个可能其实也是关于确实有这种压力的感觉，哎，这是在快乐跟不快乐之间就非常剧烈的这种波动，所以我觉得你们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面的变化跟问题，哎，怎么办呢？我觉得能给到大家的建议，其实刚才我也给的差不多了。其实这3张牌出来的信息跟刚才的信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我们直接来帮大家先具体的看一下你们分别在事业跟感情方面的一些建议吧。我觉得感情可能可以放在后面，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跟你们的情绪问题可能关系比较大。我不确定哈，我们看一下，就是先看一下事业上面的。
状态。我们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在事业上面的状态。OK， 我们第一个呢得到的是隐士，第二个呢得到的是圣杯6，然后呢还有圣杯8。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几张牌的话，我觉得哈，你们可能工作带给你们的情绪上面的问题，可能确实是像我刚才讲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是这种很愿意去把你们的好意交付给别人的人，就是你们非常愿意向别人去示好，你们非常真诚的在对待每一个人。那也因为这个呢，你们其实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跟情感的回馈。其实帮助过的人呢，大家也都会很高的去评价你，也都很喜欢你。可是我觉得这张圣杯8是关键哈，因为可是你们呢，其实想要的并不是这些，就你们在工作当中去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方式啊，或者去想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其实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目标。可是最终你发现当面临利益的时候，或者说当面临一些利益，就是尤其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很需要规则去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你曾经建立起来的这些人际关系，或者你曾经给别人付出的这些情感，好像他都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好的回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你追求你想要的东西的阻碍。那你们这组的朋友们呢，我觉得你们就算在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你跟这个同事关系很好，可是现在你们在一个 case 上面在竞争，你也会放弃这个竞争。而因为这个呢，你们在不断的失去很多东西，所以你们会慢慢的觉得说，哎呀，就是我真的就是要么呢，你们其实又不是那种能表演出来的人，就你们又没有办法真的在职场当中加入他们的《甄嬛传》，所以你能怎么办呢？你们好像也最终会变成去怀疑自己，会把自己锁起来，就说那我索性就不要跟这些人接触，我就好好做好我的工作就好了。可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工作上面最大的价值，其实就是你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你们这种善良天真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能过于的去把自己锁起来。但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6月份的工作环境当中呢，可能人际关系是你们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能会有想要逃走的欲望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这个信息其实跟刚才我就在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些牌里面给到大家的信息，就是说你们还是要知道，你们其实你们心里面在做的，你们现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做的这些事情跟处理方式其实都是对的，你们千万不要怀疑自己。这是给世界带来幸福的，让这个我们讲让这个地球养生的，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世界的，你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千万不要怀疑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工作上面至于那些所谓利益的事情要怎么去处理呢？目前可能我觉得你们还没有办法真的非常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以你们现在至少在6月份的这个状态来说，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先处理好自己心理的问题。那至于这个利益或者怎么样，你只要在那边工作，他就一定会把工资给到你嘛，或者你的事业只要在做，他就一定会有一定的那个物质上的回馈，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部分的问题。那首先呢，就是关于物质的回馈这部分这个牌面整个都没有说，所以也就是说物质回馈首先在6月份财运这部分都不是你的问题。如果你在担心要挣钱或者要得到利益的话，真的不用担心。OK， 它没有很大的收益，但是也不会有非常大的缺失在这个部分。所以你们这个月真的要 focus 在的部分就是你们自己的情绪，还有你们自己一定要给自己提供这样的自信，就这个部分还蛮重要的。最后我们看一下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的感情运势吧。好吧，我们看一下选择第2组朋友们的感情运势。首先呢，我们抽到了倒吊人，然后呢，我们抽到了国王，还有星币5。OK， 我就是你知道，你们这组朋友们啊，真的就不管在事业上面还是感情上面，都是那种，你们其实很有魅力哎，你们其实就像我讲的，当你们散发出那种快乐的魅力的时候，你们的自信是很爆棚的，是很有自信的，然后周围的人也会被这个自信吸引来到你这边，然后你们呢又同时不但在吸引别人的时候，你们又有这种就是非常愿意去帮别人付出，愿意去帮别人牺牲的这种精神，所以大家真的很喜欢你。但是你又不断的会被这种就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当中背叛，所以其实我觉得6月份整体的这个爱情运怎么样呢？我可以跟大家讲说，爱情运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朋友们应该大部分可能是白羊座，
上升太阳或者太阳在白羊的这种，月亮有可能在白羊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你们心里面包含着这种就是小孩子的这种志气跟赤子之心，所以其实你们本身就很容易吸引别人，然后大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其实你们整体来说感情运都不差。那6月份你们这个感情运呢也不差，尤其当你们展现出那个快乐的自信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人愿意来找你。但是呢，其实大家要注意，这个关系很有可能6月份的有一些关系或者它呈现出来的一些状态，可能是他被你这种慷慨所吸引，然后过来之后，他可能想要从你这边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目的并不是那么的纯粹。你呢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一些背叛，所以还是要小心啦，我觉得。但是感情上面整体来说的话，它给我们的能量，我能感到这个皇帝的能量是很强的，所以其实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在自信方面，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些提升的，在感情方面，我觉得可能比工作方面的那个问题要小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还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啦，就是在6月份这个期间，一定要让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孩子气，要认可心里面那个孩子气，你不能觉得说他幼稚，不适合工作，不适合谈恋爱，不是的。OK， 你要知道，他是能够带给人快乐跟幸福的，而这个能量是只有你才有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能量发扬光大，好吧？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你想要有更具体的这种就是更精确的个占的话呢，欢迎你联络我们的写在描述栏当中的邮箱。那联络之后呢，我们会给您我们的这边可以提供的服务的方案。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选择sorry，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开通了那个 Buy Me a Coffee， 如果大家想要支持我们的频道的话呢，也可以在 Buy Me the Coffee 里面给我们一点小支持，这样对，帮我们买一杯奶茶，帮我们买一杯咖啡，这样 OK。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啦，就是对，你们还是要注意，就是你们是很棒的人，所以千万不要怀疑自己。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给第2组朋友们的全部内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Ash the Witch，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选择第3组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你们的6月运势的解读。那这个呢是你们抽到的选项哈，我们说是 Knowledge， 这张牌其实很美诶，所以从这张牌上面我能感到一个很清新，然后又很快乐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可能学习 maybe 就是如果从字面上面来看的话哈。不过所以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就是牌面整个的那个打开之后是什么样，我们再来解读哈。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神谕卡。首先呢，这2张植物卡呢，我们抽到的分别是这2张哈，桔梗跟蚯蚓，很美哈。OK， 所以我什么呢？就是这个能量是那种也是很少女，然后又很纯洁的能量，所以知识带给你们快乐嘛，求知欲上面的这种提升，或者说感觉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想要去探索的这种欲望，这是我现在得到的一个信息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at Speak Your Truth，OK， 说出你们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想法。OK， 所以我觉得可能关于表达，我觉得从这个部分来看到6月份可能大家需要有一些知识上面的输出，那不管是通过说话的方式，通过讲课的方式，写作的方式，还是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我觉得可能6月份你们会有很多这种去表达知识或者去跟别人探讨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你们可能从这些别人说到的这些，不管是比如说是电视节目啊、播客节目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得到的知识，可能会给你们有一些启发，让你们发现新的想要去探索的领域，也不一定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的呢是源头，对吧？我们看一下哈，这张牌也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 knowledge 其实蛮像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2张牌里面的这种类似的能量？就感觉好像都是在研究或者在施法，在探究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们这组朋友们的6月份的能量更多的可能真的是发现一些。怎么讲呢？这是想要探究的事情的本质，或者说你们一直犹豫的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其实在6月份可能会有一些你们终于好像抓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抓到这个问题诀窍的感觉了。OK， 我们看一下塔罗牌哈，快先整体看一下。一个呢是 Ten of Wands，OK， 权杖10
和星币2，然后呢还有权杖8。 OK， 所以确实是这样，你们整体的能量呢是你们本身在6月份这个能量呢，是你们其实有这种可以去应对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的这种很具有灵活性的这种操作，因为你们本身是很有技巧的。那6月份呢，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个很快的能量突然间在6月份出现，所以呢，这个东西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就是学习上面的压力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要么就是现在在负重前行，给。或者呢，就是你们在6月份这些压力可能会让你变得很沉重，或者如果你们现在是在负重前行的话，那6月份可能你们会得到一个很快的、很大的突破，会发现说，哎，原来我身上是具有这样的技巧的，或者说有一些知识能够给到你，或者一些理论上面的帮助给到你，让你觉得说，哦，原来我只要这样子去做，其实这些压力可以很好的被处理掉。所以我觉得可能后者我讲的这个，就是你们曾经本身在探究问题上面，包括跟前面这个牌整体的这个能量来解读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你们更像是这种一直以来在纠结一些问题，一直以来在面临着一些问题，在探讨这些东西，你们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或者说有一些不管是学术上面的还是这种生活上面的问题，你们一直找不到答案，你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描述这些问题。可是在6月份，当你们发现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做的之后，可能有一些人会告诉你，然后有一些人会给你指导，然后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帮助你的人，那他很快你可能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一瞬间我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就你知道就好了。所以可能大家会有这么的一个能量在就是很快能处理掉这些问题，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这个技巧呢，我个人更觉得可能像是，其实你们，我觉得在思想上面，如果要说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觉得其实你们在思想上面早就已经理解到、抓到了这个问题的关窍了。但是问题呢是，你们其实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真正要做出突破，其实并不需要再纠结于这个理论上面的东西太久，而更多的呢是实际操作上面，你们要怎么去做。OK， 而6月份可能你们能得到这个机会，让你们发现怎么去做这件事情。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灵魂卡牌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信息OK， 第3组的朋友们在6月份他们整体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呢？OK， 我们得到了这张 Message to Pass On 跟 Karma， 怎么又是这2张这是底牌跟切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这组牌的朋友们，选择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首先呢本身就具有比较强的这种思考的能力，你们很爱思考，很善于思考，而且有时候你们脑子里面的有些想法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蹦出来了。所以你们蹦出来的这些想法，其实你们要相信这些想法是你们累世的因果积攒下来的。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些想法，你们可能不觉得这些想法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但事实上它其实是累世的因果一直积攒下来给到你们这边，让你们去传递的信息。所以你们是具有非常强的跟 source 跟源头去连接的能力的，那源头会通过你传达信息告诉大家。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像是要么就是在做研究，要么就是在输出观点的这种职业。所以这种职业的人呢，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做的这个职业就是你们命中注定要做的，而且你们将来呢就是要去做这件事，就是要去告诉别人这些知识的。所以千万不要去担心 OK， 也不要害怕，也不要犹豫，你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OK， 而且你们就该做这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个 mirror effect， 对吧？所以它是一个这个事情其实很妙，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镜像它其实有一种就是你在里面能看到自己，然后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我一直被困在一个同样的场景里面，所以它有点像是说我有时候可能发现不了这中间的区别，你懂吧？就是它其实像一面镜子一样，我在犹豫，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管怎么样换角度，好像我在做的事情我最终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在重复前面我们刚才讲到的你们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因为权杖牌很多，所以很多你们其实这一组的能量都是在思想上面，在精神上面的，所以在行动力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有这个镜面的信息的话，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外表可能并不是这个东西真的外表，可能你得找到它的本质，对吧？所以镜面嘛，对吧？我们讲的镜花水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可能
6月份会有一个突破，让你们发现说，哦，原来我之前一直纠结的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我并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真实的本质了，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说出来。明白，就所以现在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工具，镜子就是一个工具嘛，对吧？来帮助你去展现出这个东西的本质来。OK，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朋友们的事业上面的运势状况哈。我觉得这组朋友们事业可能跟学业差不多，对吧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拿到的是权杖侍从，你们这组真的很多权杖。然后接下来呢是宝剑6 ，OK。还有呢，就是权杖9 ，OK， 权杖侍从、权杖9、宝剑6这个状态呢，我其实觉得是，怎么说呢？其实又是一个很快速的能量，就是你们有目标想要去做，然后也能实现，就这种很快速很冲的能量。所以6月份你们应该会有在你们的事业上面或者学业上面会有很大的进展哦，这进展非常大，而且你们终于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方向了。尤其是这张牌哈，我觉得你们可能在知识的海洋当中探索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迷失，不知道要怎么走。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方案可以去劈开这个路，可是你最终发现好像都没有办法真的走到头。包括这个权杖侍从，他也在尝试找一条道路。所以其实我觉得6月份可能你们最终能在这个上面发现你们将要去走的那个方向，或者能够找到一个确信的地方。OK，这3张牌其实信息很明确，所以我跟前面也都有重复，我就解到这边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爱情方面，关于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在6月份的爱情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的指引呢？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命运之轮，还有权杖1，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一出来宝剑皇后，其实我就有一种你知道比较tricky 的能量。这个能量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宝剑皇后带给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这种口蜜腹剑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你们如果有在谈恋爱或者在恋爱关系当中的话，我觉得啊，其实要注意6月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说话太刻薄，或者你们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会遇到一些这种就是说话刻薄的人呐，或者说可能周围有一些人哈，他会给你一些就是这种传言呐，或者这种绯闻呐，让你觉得很烦，就是可能会有这种能量在。那同时呢，你们的智慧跟你们在，因为你们本身在外面，其实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们，我觉得大概率展现给别人的那种吸引别人的性方面的能量，可能也是属于这种就是说话有点刻薄，然后性格有点古怪，但是又很聪明很干练的这种人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你们这组人其实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们是属于那种有点怎么讲，穿 Prada 的恶魔的感觉，就是很有能力，然后也很厉害，但是可能没有那么 nice 的这种感觉。所以命运之轮这张牌出现在这里，还有权杖1，我觉得其实换句话说吧，就是你们就算有一些就是从外表上面吸引你们的人，可能你们也会因为你们自己的这个性格哈，去让他们害怕。所以首先呢，我觉得6月份可能潜在的会有一些亲密关系，或者会有一些桃花运，但是这个桃花运可能会被你们的外表或者你们展现出来的样子所吓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关乎你们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些6月份，是不是急着6月份就要爱情，对吧？如果你们6月份急着不要爱情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但是如果你们6月份是想要谈一段恋爱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有人来跟你接近或者想要跟你示好的话，我建议你呢可以表现的不要那么的聪明，应该这样说。如果表现的不聪明一点，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更容易接近一些，反而更能激发这个，更能让这个恋爱谈得更顺一点。那如果有伴侣的朋友们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呢能够，就算比如说你发现对方身上的一些问题，也不要太直接的去指出这个问题，可能比如像命运之轮这种，对吧？我可以绕个圈子啊，或者我可以找一个别的更柔和的方式去告诉他。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第3组的朋友们的解读啦，希望我的解读有帮助到大家。我呢是 Ash the Witch，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大家需要更具体的个占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邮箱，那我们呢会对您进行进一步的跟进。OK， 所以呢今天就是这样啦，这就是全部内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 选择第4组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你们6月份的运势解读。这个呢是你们抽到的选项。OK， 我们抽到的是大地元素的第4张牌哈。那这个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在支撑一些东西，在坚持一些什么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哈，先把信息拼凑起来，再一起帮大家解读哈。首先呢，我们拿到的是桃子。OK。这个牌的信息呢，其实它讲的是魅力跟这种，就是我们讲说，非常吸引人的这种感觉哈，就是有桃子嘛，就是如果在东方文化里面，它就是桃花嘛，对吧？所以这个很明确的一个信息了。我们再看一下动物卡哈，是马 ，OK，Free Spirit，right， 就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对吧？需要你去表达你们自己的自由的想法呀，跟不同的那种观点 ，OK。你们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然后呢，还有满月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一个很充盈的状态，而我在这里其实感觉到很多就是圆形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它在撑一个上面的时候手是圆形的，这里也是圆形的，所以我其实觉得有这种就是在支撑一方天地的感觉，你在很努力的尝试去支撑起来自己一片可以让自己自由的表达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点呢，可能是让你觉得让别人觉得你比较有魅力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塔罗牌哈，先看一下，一个呢是权杖2，然后还有力量，对，你看就是圣杯侍从 ，OK， 你们其实是在那种外表上面看起来，你们其实属于那种比较务实的人呢，我觉得。所以，满月呢，它也代表一种愿望的实现。所以我觉得6月份可能你们一直以来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你们一直以来很努力想要去得到的这个一方天地，其实你们终于能够拿到手了。就是你们可能可以有一个自己自由的独处的，可以完全发挥自己创意的空间。那这个天地我们讲的可能是物理意义上面的，比如说你自己终于自己出来住啦，或者说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或者说有这个出来住的希望了，或者说你自己在你的这个不管是你工作的领域啊，或者还是你情绪方面呢，你可能虽然还是跟别人住在一起，或者还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你在心里面有了这么一个可以给自己创造出来这么一片完全只属于自己的一个让自己可以待在里面的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都有可能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一直尝试在驯服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欲望，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有这些牌之后，我现在觉得你们这组人可能六月份有一个就是冥想让你们找到内心平静的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在心里面就是你们一直以来呢有很多欲望，然后你们这些欲望会让你们就是跑来跑去的，就是很没有办法定下来的这种感觉。那6月份呢，你们可能慢慢的能抓到这个感觉，开始学习一些灵修或者冥想的技巧，让你们能够找到这个平静。那这个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圣杯侍从在这里的感觉哈，就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在自己控制自己情绪上面啊，或者说做自己的就是怎么讲自我提升方面，可能还是在一个学徒的阶段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这里呢，我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们的这个能量，如果是关于冥想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留给自己空间的这么一个能量。这个是6月份整体的能量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就是这个灵魂的这套卡牌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哈，在这个能量方面。OK， 我们看一下第4组的朋友们，整体6月份他们的能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OK，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呢是 submission， 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是 physical pain。OK， 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先抽一张再说吧，好吧。
整体的能量给我的感觉反正是就是蛮累的。Karmic relationship 又出了这张，所以我觉得，你们这组朋友可能对第一组也有一些感觉。如果大家对第一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第一组的信息，因为有一些能量蛮像的。这个 Karmic relationship 其实是关于爱情方面的信息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要么是人际关系，要么就是一些可能身体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对，其实。导致你们不得不停下来，在6月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一直以来在支撑一些东西，包括这张牌其实也是身体上面的问题，你们可能一直来在支撑一些东西，比如说撑起一个家，比如说帮助你周围的人，对吧？比如说去带领一些亲密关系，对吧？比如说我觉得可能这个亲密关系，这个 karmic relationship 它不光是爱情在这里，我觉得可能它更多的可能也是比如说像家庭关系，或者说像很多父母子女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他都有可能会说你需要去支持这个家，或者说你呢是需要去掏钱，或者你需要去做这件事的，或者也有可能你是被支持的那一方。那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你是支持别人的那个部分哈，所以那可能呢会有一些就是身体上面的问题，所以有可能啊，我这样讲哈，如果你是支持别人的那一方的话，你可能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问题，可能需要给自己一个更安静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在里面就是冷静的思考一下，就是让自己停下来，安静的休息一下。那如果你是被支持的那一方呢，你可能要小心，就是支持你的那个人，他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可能需要跟他保持一些距离，让他能够更好的去。怎么讲？去休息一下吧，就不要去烦他。这样 ，OK。我们看一下这一组朋友们的事业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能量哈。我们看一下，就是选择第4组的朋友们在事业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我们。OK。第一个呢是圣杯8。然后呢是星币骑士和星币5 ，OK， 确实是我觉得可能是跟家庭还有支援有关的哎，就是怎么讲呢？你们可能一直以来为了支持自己的家，或者说支持你的人哈，为了这个家，很努力的去挣钱，然后丢掉了自己。其实拥有的很多很好的东西，所以可能有这么一个能量在。那如果这个在事业上面的话，我确实是觉得说你们可能，有一点说为了追求一些，就是因为你们的目的是去支援一些东西，是去养活一些东西嘛，所以很有可能你们为了养活这些东西，然后去努力的去争取你事业上面的一些收益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可能做的有一点就是。你们可能有点过于关注眼前的利益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哈。因为不管是星币骑士还是我们讲的这个圣杯8，其实它都是有这种就是有点过于短浅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可能你们需要快的支援，你们需要更快的东西。所以一直以来你们都感觉一直在追，然后一直在追名逐利，好像一直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样，因为你感觉这个名利好像你追到了，它又消失的特别快。因为其实你们就是其实你们本来拥有很多就是可以长久的给你们名利上面支持的东西，可是你却没有真的去认真的去 follow 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它没有真的能够发挥出他们完整的能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哈。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还蛮问题，就是也不能说是问题吧，就是我觉得这组朋友们你们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工作上面呢，还是在尤其应该是在工作上面，就是你们其实家里面虽然有很多重担，或者你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重担需要你们去承担，但是身体可能更重要哦。而且，你如果没了，就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可能就尤其是圣杯8这张牌的信息，可能就是关于你们的身体的。如果你们就比如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真的没有必要在6月份的时候，很匆忙的去接很多工作，因为不管是马的能量还是星币骑士的能量，我觉得都有一个就是比较往前去跑的能量，包括这边有黑豹的能量，所以可能我觉得还是比较急于求成的感觉，就不要太着急，就还是像我刚才讲的力量这张牌有很多欲望，所以我觉得6月份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们能够在忙中偷闲，好好休息一下，再回复一下自己的能量，
这种感觉哈。我们看一下在感情方面，选择第4组的朋友们在6月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感情方面的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选择第4组的朋友们。OK， 一个呢是星币5，一个是世界，那还有一个呢 ，oops， 出了2张哈，一个呢是审判，还有一个呢是恋人。OK， 我能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好，其实感情方面非常好。其实我感觉啊，直觉告诉我，我觉得你们这组朋友们可能已经是有伴侣的人了，或者说你其实一直在，不管在经济上面还是在精神上面，你都在努力支持你的伴侣，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儿。首先，然后呢，你的伴侣呢，其实对你来说也很感激这件事情，然后你们非常丰盛的具有这些能量。OK， 所以其实爱情运来说的话，我这边反而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多值得需要去说的信息，只不过呢，确实你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亲密关系过于的好了，所以你想要付出很多东西去支持这个亲密关系，然后在付出的途中呢，所以才会感觉到疲劳跟疲惫，因为你要一直试着去维系这个关系，对吧？所以你要一直维持你在你恋人心中的那个美好的形象，所以你会付出很多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牌的信息是至少从这个亲密关系上面来看的话，你们这个亲密关系是非常深且非常互相吸引的，非常扎实的，所以其实你们没有必要去担心说，哎，我是不是不去支持这个家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变得没有那么强大了，我就会失去这段亲密关系？不是的，我甚至觉得你有时候去示弱，去说我就是想要自己静一静，或者说我自己就是想要去休息一下，我太累了，其实也是 OK 的，所以千万一定不要逞强。我觉得我现在越看这张牌越有一种逞强的感觉，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逞强，因为满月也是一样，当月亮到达满月的情景的时候，它一定会面临一个就是要再回归到新月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它会慢慢的，因为月亮有阴晴圆缺嘛，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还是要休息，千万不要太过于逞强。那这个逞强对你的恋爱关系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好。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第4组朋友们的6月运势的解读了。希望今天这个解读呢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别忘了点赞，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你需要更精准的个人占卜的话呢，可以在描述区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邮箱。那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我们就会给您跟进下一步的那个预约事项啦。那今天就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第4组的朋友们，对吧？谢谢第4。那如果有帮助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频道哈。那这个就是全部啦，我是 Ash the Witch，我们下次再见，拜拜。